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杨业归宋不久，宋太宗驾幸幽州武天寺，命杨业和8个儿子护驾。辽邦萧太后派兵围困幽州节驾，结果大郎、二郎、三郎战死，4郎、8郎被俘，5郎失踪。太宗在杨业和6郎延昭、7郎延嗣的保护下奔回汴京。回到汴京，太宗因杨家护驾有功，封杨业为雄州节度使，镇守3关，6郎、7郎均有封号，并敕建天波府给杨家居住。府前建造立龙碑和卧龙匾，下指命经过天波府前文官必须下轿，武官必须离安。太宗因6郎救驾时功劳最大，又将8贤王赵德芳之妹柴郡主许配给6郎为妻。这柴郡主原是柴王的妹妹，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即位，让柴王到云南去当一家藩王，就收郡主为女儿，与儿子赵德芳一起读书，两人亲如兄妹。6郎延昭和柴郡主结婚后，夫妻恩爱异常。没几年，柴郡主连生2子，长名宗保，次名宗冕。杨家8房只有这2根苗苗，何府上下都对宗保、宗冕关怀备至，宠爱异常。几年后，杨七郎遭潘仁美陷害，被乱箭射死，杨老令公在李陵碑死节。这时宗保、宗冕年龄尚幼，他俩捏住小拳头，悲愤地对祖母和妻婶杜金娥说：“我们长大了一定要把奸臣杀光，为祖父和妻叔报仇。”老太君拉着宗保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中间自有报应，你们还小，先要立志学好本领，将来才能为杨家争光，才能报国仇家恨。”宗保说：“我们长大了一定好好学本领，杀敌报国。”杜金娥拉住宗冕，看着宗冕可爱的小脸蛋，不由想起自己大战黄土坡时在松林中生下的孩子宗英，当时一念之差，将孩子丢在松林中，宗英如在府中，也该有宗冕这么大了。不久，6郎从边关逃回，向太宗控诉潘仁美挟私陷害，将父亲杨业和弟弟延嗣害死之事。太宗命寇准审清案情，将潘仁美斩首。太宗命6郎为3关元帅，前往3关镇守。几年中，6郎收服了乐胜、孟良、焦赞等猛将，和辽邦打了几仗，仗仗获胜。辽邦见杨6郎如此厉害，不敢再轻易入侵，边关呈现出一片升平景象。这柴郡主也是个女中豪杰，文武双全。6郎出镇3关以后，他就独自担负起培养2个儿子的重任。这年宗保8岁，宗冕6岁。柴郡主禀过佘太君，要请个饱学先生，教2个孩儿读书。佘太君连连赞同。宗保、宗冕兄弟俩都聪颖异常，智力过人，没有几年，便将4书、5三经、春秋、左传等都读得滚瓜烂熟，倒背如流。饱学先生见了，高兴得眉开眼笑。每天清晨，柴郡主带宗保、宗冕到后花园练习武艺。宗保喜欢用枪，宗冕喜欢用刀，柴郡主就分别传授他们枪法和刀法。2兄弟本是将门虎子，又勤奋好学，练武不怕吃苦，很快就分别掌握了枪法和刀法。你看他俩把刀枪使得呼呼直响，咄咄逼人。柴郡主又带他们到教场上学习跑马射箭，30步、60步、100步，箭垛越摆越远。宗保、宗冕练得腰酸背疼，汗流浃背，但从不叫苦叫累。一天，宗保和宗冕在后花园对练武艺，刀来枪往，只见宗保枪似梨花飞舞，宗冕刀如银鳞片片。烧火丫头杨排风走来见了，不由高声叫好。宗保见了杨排风，叫道：“排风姐姐，听说你的烧火棍十分厉害，来和我们对练一会，好吗？”杨排风从兵器架上取下一根棍子，说：“好吧，你们2个打我一个。”
输了可不准哭。宗保、宗勉刀枪并举，直向杨排风扑来，其势猛勇难当。杨排风耍了几棍，把宗保、宗勉逼得连连后退。杨排风又猛地一棍，将宗保的枪和宗勉的刀打落在地。宗保、宗勉同声说：“排风姐姐名不虚传，所以奶奶要收你做干孙女儿，你教我俩吧。”杨排风把刀枪拾起还给他们，说：“两位公子还小，武艺练得不错，但臂力不够，如果将来要上阵交锋，还要刻苦多练才行。”宗保、宗勉说：“多谢姐姐指教。”从此，宗保、宗勉练武更加刻苦。又过了2年，宗保练得千斤臂力，宗勉也不差多少。这天课间休息，饱学先生和他兄弟俩一起来到家塾前的院子里，要兄弟俩比比拳术。两人便耍起拳来。宗保耍的是燕拳，又称迷魂拳，出拳似幻影晃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宗勉耍的是正宗少林拳，静如松，坐如弓，动如风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拳来脚去，快速打斗，使饱学先生两眼应接不暇。耍完拳，宗保看到院子角落里有一块巨石，就对宗勉说：“弟弟，那块巨石大概有好几百斤重，你去试试能不能把它举起来。”宗勉说：“好，我来试试。”宗勉上前，先用力将巨石晃了2晃，双手一使劲，摇摇晃晃地勉强将巨石举了起来。宗保上前，引足力气，向上一举，便将巨石举过头顶，又举着巨石在院子里走了一圈。饱学先生见了，大声说：“真是将门虎子，将来出将拜帅，前程未可限量。”从此，饱学先生除了教授大学、论语、孟子之外，又向宗保、宗勉传授孙子兵法、太公兵法，以及曹操关于行军作战的孟德新书。宗保、宗勉都十分高兴。兄弟2个中间，杨宗保对兵法更有兴趣，他除了听饱学先生讲授之外，还夜间挑灯攻读太公兵法和孙子兵法，做到烂熟于心。他还把祖父杨令公写的许多行军布阵之法找出来研读，终于懂得了其中的奥妙。当时杨府里的丫鬟、家将也经常在杨排风的带领下在教场操演。宗保、宗勉常去观阵。这天，宗保熬不住了，说：“排风姐姐，让我来练习练习兵书上讲的布阵方法好吗？”杨排风点头同意，便把令旗交给宗保。宗保接过令旗，见台下数百名家将、丫鬟一个个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样子，十分高兴，仿佛自己真的登上了将台一样。他将令旗一挥，众家将、丫鬟分成8队，布下一个8门金锁阵。杨宗保又将令旗一挥，将阵势改成金龙交尾阵。正好佘太君、柴郡主、杜金娥和其他婶婶们来到教场。佘太君看到孙儿英姿飒爽，很有大将风度，庆幸杨家后继有人，高兴得眉开眼笑。佘太君将宗保叫过来，说：“小宗保，你的阵法演得不错，不知近来武艺可有长进？”宗保说：“奶奶，孙儿学的是枪法，宗勉弟学的是刀法，我们兄弟俩当着奶奶的面比试一次，好吗？”佘太君说：“不，叫排风跟你比试比试。”杨排风使的一条混铁棍足有60斤重，棍法是自创的烧火棍法。杨宗保知道自己这2年武艺虽然长进不少，但仍不是杨排风的对手，就拎起一支枪，朝杨排风眨眨眼睛，意思是要杨排风饶他2棍。杨排风轻轻点了点头。杨宗保抖擞精神，举起金枪，一步步向杨排风进逼。杨排风手持混铁棍左遮右挡，并不认真还手。佘太君见了，喝住杨排风，说：“排风，你怎么不拿出真本事？只有把宗保打败了，才能使他知道学无止境，才会更刻苦地练武，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将才。”排风点头说：“是。”宗保和排风再次交锋，
杨排风舞起混铁棍向杨宗保扑去，只见铁棍寒光闪闪，霍霍有声，那棍上下滚翻，打得宗保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宗保大叫道：奶奶，我输了。佘太君把杨宗保叫到跟前，说：宗保孙儿，你的武艺有进步，但你的枪法是你母亲传的一般枪法，将来上阵很难取胜。从明天起，奶奶亲自向你传授你祖传的72路杨家枪，你需用心学习才是。宗保连声答应。宗冕听了，对佘太君说：奶奶，你有偏心，你传授宗保哥哥祖传的杨家枪，为什么不把祖父的金刀刀法传授给我？佘太君笑着说：好，明天向宗保传授枪法，向你传授刀法，如何？宗冕连忙叩头说：多谢奶奶。柴郡主上前禀道：母亲，两个孩儿还小，母亲年事已高，不宜太劳累了，我看还是等延昭什么时候从三关回来，再让他们的父亲把杨家枪和金刀刀法传给他们好了。佘太君说：不要紧，我的身板硬朗着呢。从此放学以后，宗保、宗冕便到佘太君的院子里来。佘太君先教宗保杨家72路枪法，宗保聪颖异常，不多时候便学会了杨家枪。佘太君收住枪，对宗保说：杨家枪中还有一招绝招，叫回马枪，过几天奶奶到教场上再教你。另外你要牢记，光会枪法没有用，关键在于精熟，融会贯通，你尚需下苦功多练。宗保叩头说：多谢奶奶教诲。佘太君又命人取来2把大刀，开始教宗冕金刀刀法。宗冕手持金刀，跟奶奶一招一式地学了起来。宗冕也十分聪明好学，他虽然年纪幼小，练得浑身是汗，但不叫苦叫累，终于没几天就掌握了金刀刀法。佘太君看到宗冕掌握了金刀刀法，不由想起杨老令公李陵碑死节，他的金刀也遗落在辽邦，就对宗冕说：这金刀刀法是你祖父所创，可惜他的金刀现遗落在辽邦，望孙儿长大后设法将金刀夺回，使他物归旧土。宗冕对佘太君说：孙儿牢记祖母的教诲，将来一定设法把祖父的金刀取回，为祖父报仇，为殉国的叔叔伯伯们雪恨。这样过了3年，宗保13岁，宗冕11岁。这天春光明媚，风和日丽，佘太君、柴郡主想考考他2人武艺，便叫他2人全身披挂，一起来到教场上。佘太君先叫宗冕上马舞刀，宗冕手擎大金刀，使出金刀刀法的全部解数。只见那刀像雪片儿一样，上下翻飞，左右飘舞，呜呜地带着风声。佘太君和柴郡主等见了，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佘太君又叫宗保舞枪，宗保手执银枪上马，使出72路祖传杨家枪。只见马上梨花片片，只见枪光，不见人影。家将和丫鬟们都齐声喝彩。佘太君又要兄弟俩射箭，他吩咐在教场100步处立下箭垛，命宗冕先射。宗冕取了弯弓，搭上凋零箭，连射3箭，箭箭都中红心。轮到宗保射了，宗保对祖母说：我比宗冕大2岁，箭垛应该远20步。佘太君当即吩咐将箭垛推远20步，放在120步远的地方。宗保骑马来到箭垛处，双脚一踹蹬，那马便飞跑起来。跑出120步时，宗保取弓搭箭，刃扣天弦，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，一回身，嗖嗖嗖连发3箭，箭箭都中红心。佘太君看到杨门又出了2员勇将，不由十分高兴。他一手拉着一个孙子说：快快长大，将来好去报国立功。又对宗保说：宗冕比你小，武艺也不及你，你平时要多帮宗冕一起练练武艺才是。宗保连声答应。宗保说：奶奶，你3年前曾讲要教我回马枪，但一直没有教过，
不知奶奶今天能不能教我？佘太君听了，便点了点头，披挂上马，跟宗保来到场上。祖孙俩战了几个回合，佘太君说：“老了，不行了，输了，拍马便走。”杨宗保知道奶奶是杨叔，紧紧追上前去。突然，佘太君猛地勒马回头，举枪朝宗保的胸口刺来。宗保阻挡不及，被刺中胸口。他大吃一惊，仔细一看，才知道奶奶的枪尖是木头做的，所以连战袍也没有划破。佘太君收住枪，对宗保说：“宗保，这就是回马枪，你要用心领会，多多练习，熟练掌握，将来上阵交锋才能派上用场。”宗保说：“奶奶，我一定好好练习，将来随爹爹一起去守三关，杀辽贼。”没有多久，便是中秋佳节。这天晚上，月朗星稀，遍地荧光，汴京城内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佘太君也在天波府后花园内摆下了赏月酒宴，和众儿媳宗保、宗勉一起赏月饮酒。众人正吃得高兴，突然佘太君对着那轮圆月黯然伤神起来。宗勉跑到佘太君跟前，撒娇似的说：“奶奶，月亮这么的圆，月光这么的好，你怎么不高兴了呢？”太君拉着宗勉的手，叹息说：“花好月圆，可惜人不团圆。想此中秋佳节，乃是团圆之节，可惜你父亲和八姨、九姨还在三关前线，不能回家团圆。唉，不知辽寇何日能除，天下何日才能太平？”听了太君的一席话，众人的情绪都一落千丈，再也无心饮酒。宗保见祖母心情不佳，知道祖母平日很爱下棋，就故意吵着要和祖母对弈。佘太君便拉着宗保向棋厅走去。来到棋厅，祖孙两个对坐，棋厅中也是彩灯高悬，辉煌夺目。柴郡主带着宗勉前来观战。佘太君对柴郡主说：“郡主，你做宗保的参谋，看他的棋艺最近进步了没有？”宗保说：“不要妈妈做参谋，我也能赢。”佘太君说：“好，那我们走着瞧吧。”刚开局不久，佘太君发现宗保开局凶猛，攻势凌厉，棋艺真有不少进步，便故意让他两招。宗保以为真赢了，高兴的手舞足蹈。到了中局，佘太君反手围攻，直逼宗保帅坐。又下了几个回合，便把宗保的老帅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缴械投降。宗保站起身来说：“奶奶，我输了，不过过几年我一定会赢的。”佘太君摸摸宗保的头说：“下棋犹如打仗，第一要知己知彼，第二要运筹帷幄，第三要头脑冷静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刚才你赢了两子，便兴高采烈，忘乎所以，结果就输了。”宗保说：“奶奶说的是。”佘太君的情绪有了好转，正和宗保、宗勉、柴郡主一起说说笑笑，猛听府外喧哗之声不绝。太君好生奇怪，府外有立龙碑、卧龙匾，历来禁止喧哗。到了门口，文官下轿，武将离鞍，今日谁如此大胆，竟敢违反禁规？佘太君当即传来老总管杨洪，吩咐他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杨洪答应一声，朝门口走去。宗保朝宗勉使个眼色，两人便说要到后花园去玩，告别了祖母和母亲，悄悄地跟着杨洪而去。杨府门口正在游街显耀的新科武状元谢金吾双插金花，十字披红，在不少御林军的簇拥下，凝眉瞪眼地嚷道：“你们说杨府门外禁止喧哗，我在府外锣鼓齐鸣，怎么没人敢来拦阻？”那谢金吾又指着府外的立龙碑和卧龙匾神气活现地说：“我看这些碑匾纯粹是给满朝文武添麻烦的，只长了杨家的威风，灭了大家的锐气。来人，给我把碑方拉下来砸了！”众军士便上前动起手来。这谢金吾不过是一个新科状元，哪来这么大的胆量？原来他是镇京元帅王强的女婿，
这王强真名叫贺驴儿，原是辽国的文武双状元。萧太后见他文武全才，就派他改名换姓，打入中原。王强混进中原，利用为杨六郎写状纸的机会结识了六郎，两人拜为盟兄弟。六郎告状获准，杀了潘仁美，很感激王强，就把他推荐给七王。后来七王做了皇帝，便是真宗，真宗便封王强做镇京大元帅。王强掌权以后，一心想把大宋江山送与萧太后，但六郎镇守三关，英勇无比，辽邦无人能敌。于是他将新科武状元谢金吾招为女婿，要他在游街时到杨府去惹事，并把事情闹大，设法叫六郎私下三关，他好设计陷害六郎。谢金吾有王强撑腰，在杨府门口又吵又嚷，还吩咐军士砸掉立龙碑和卧龙匾。军士刚动手，杨府老总管杨洪赶到门口，喝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住手！”军士告诉谢金吾，这是杨府总管。杨洪来到谢金吾马前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如此在府外喧哗，还要砸碑方？你可知道，这碑方乃是先皇下旨所建？”谢金吾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就是把碑方砸了，看你怎么样。”杨洪说：“你下令砸匾，就是有犯上之罪。”谢金吾听了，冷笑着说：“犯上，那我先来犯你吧。”说完，抡起手中的皮鞭，恶狠狠地劈头打过去。顿时，杨洪脸上鲜血淋淋。宗保、宗冕赶到门口，看到老管家挨打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护住杨洪，喝道：“大胆歹徒，竟敢在杨府门口逞凶！快把鞭子放下！”谢金吾不屑一顾地说：“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孩，别来多管闲事。”杨洪叫道：“两位公子，他是新科武状元谢金吾，要砸掉立龙碑和卧龙匾，快去向老太君报告。”宗保、宗冕说：“老总管，你去找老太君，我们守在这儿，看他们谁敢砸。”杨洪见说，分开军士，往府中跑去。谢金吾听王强说过，杨六郎有两个儿子，想来就是这两个小孩了。他根本不把宗保、宗冕放在眼里，喝令军士继续上前砸碑方。宗保、宗冕站在碑方下喝道：“谁敢上来？少爷的铁拳可不是好惹的。”谢金吾用鞭子逼众军士冲上去，宗保、宗冕稍微用力挥拳，众军士便一下子跌倒了10几个。谢金吾大怒，骑马冲到宗保、宗冕跟前，挥鞭乱打。宗保、宗冕人小，打不到骑在马上的谢金吾，被谢金吾打中了几鞭子。谢金吾又挥鞭打来，宗保眼疾手快，一把将鞭子捏住。谢金吾在马上拼命想把鞭子抽回去，杨宗保死命地将鞭子拉住，两人相持不下。宗冕见了，赶紧上前相助，他飞脚踢向谢金吾，谢金吾慌忙避让，宗保乘势将其拽下马来。谢金吾倚仗自己武艺高强，一个饿虎扑羊，向宗冕扑来。宗冕正要还手，宗保窜上来，叫道：“宗冕弟，让我来和这个状元公比试比试。”谢金吾左手成掌，右手成拳，摆了一个卧虎弓腰的架势，荡开门户，伺机而攻。杨宗保骑马蹲裆，侧过身子合脸，双手成拳，摆了个小开门的手势。突然，谢金吾猛喝一声，声若虎啸一般，跳过来，伸手蓦地击了一掌，直打杨宗保上颊。杨宗保见了，不慌不忙地用左手往上一挡，谁知谢金吾前势是虚，后手是实，身子一抖，右手成拳，甩了起来，抡向杨宗保左肋。杨宗保见躲避不及，仗着身子灵活，猛一纵，跳起5尺高。谢金吾一拳抡了个空。谢金吾见一招不灵，又换一招，掌变为拳，取泰山压顶式，拳打宗保旗下丹田。宗保身若猿猴，轻轻闪开，杨宗保侧身转来，一个当头炮，一拳猛击谢金吾当胸。
谢金吾用手一拨，挡住这拳，另一手同时道，反手打向杨宗保的后脑勺。杨宗保一个旋身，闪到谢金吾身后，抬腿向谢金吾的后背蹬去。谢金吾后腿一抬，抢踢杨宗保下部，杨宗保佯装被踢，身子猛地蹲下。谢金吾以为踢中了，跳上去一个开山炮，直打杨宗保面门。宗保等谢金吾靠近，不慌不忙地两脚一跺，身子一纵，拔地5尺多高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从谢金吾头上跳了过去。谢金吾用力太猛，脚停住了，身子不稳。杨宗保跳过去，脸侧一侧，使一仙猴回头式，后腿一抬，又猛地一蹬，踢中谢金吾的后腰。谢金吾呦的一声，跌出好几丈远。杨宗保哈哈大笑说：“如此草包，也配做武状元？滚吧！”宗冕见哥哥打赢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哥哥，如果我们到教场去比武，大概一人能夺一个状元回来。”谢金吾满脸羞惭，爬起来上了马，说：“好，你们仗势欺人，殴打状元，明天到皇上那里告你们的状。”说完，吆喝一声，带着众军士走了。佘太君带着柴郡主、杜金娥等众儿媳急匆匆来到门口。宗保、宗冕上前说：“奶奶，那谢金吾好生无礼，打了杨洪，又打我俩，还要拆毁碑坊。我们教训了他一顿，他带着军士逃走了。”佘太君拉着宗保、宗冕说：“小小武状元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明天带奶奶到金殿面见万岁，去告这个狂徒。”第二天一早，佘太君来到朝殿，大声喊冤。宋真宗问：“老爱卿金殿鸣冤，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？”老太君奏道：“昨夜中秋，新科武状元砸坏了立龙碑和卧龙匾，打伤了总管杨洪和孙子宗保、宗冕，望皇上公断。”这时谢金吾官袍撕裂，脸上带血地奔上殿来，也大喊冤枉。真宗问他是怎么回事，谢金吾说他游街经过天波府，被总管杨洪和2个公子打了一顿，还诬陷他砸坏了杨府的碑匾，求皇上做主。真宗听了，一时无法断定谁错谁对，便对老太君说：“状元公说他挨了总管和2位公子的打，不知天波府中还有哪2位公子？”老太君奏道：“六郎之子名曰宗保、宗冕，宗保13岁，宗冕11岁。”真宗大怒，说：“堂堂武状元，竟会被一个老人和2个孩子打得如此狼狈吗？来人，把他的武状元革去，赶出宫殿，永不录用。”左右卫士将谢金吾乌纱帽摘下，谢金吾吓得浑身发抖。王强见真宗发怒，出班奏道：“陛下且慢，臣以为要弄清实情，必须宣杨府总管杨洪和杨宗保、杨宗冕上殿对质才行。”谢金吾见王强出来讲话，跪下说：“臣愿意和他们对质。”真宗当即传旨，命杨宗保、杨宗冕、杨洪上殿见驾。杨宗保等3人奉旨上殿。真宗见宗保、宗冕仍是黄毛幼子，而杨洪老态龙钟，白发苍苍，问道：“状元公，你可是挨了他们3人的打？”谢金吾说：“是的。”宋真宗又问宗保、宗冕：“可是你们俩打了新科武状元谢金吾？”谢金吾抢先说：“陛下，是他们打了我。杨家后代，武艺高强，而且他们2个打我1个，望皇上明断。”杨宗保朗声说：“皇上，谢金吾殴打老总管，砸坏了立龙碑、卧龙匾，又用鞭子打我们兄弟俩，我们被迫还手，才和谢金吾打起来。他被我打得摔了一跤，就带着军士逃回去了。现在他是装成狼狈模样，妄图陷害我们。”真宗听了，便说：“既然双方都打了人，谢金吾打了杨洪和2位小公子，小公子又打了状元公，大家都算白打，各不追究。至于立龙碑、卧龙匾被砸的事情，朕派人去调查一下再说。”说罢就退朝而去。过了几天，真宗听信王强谗言，
宣太君上殿说：“朕派人打探，立龙碑和卧龙匾是被百姓击倒的，留着没什么用，干脆全部拆掉算了。双方打架的事也不再追究了。”佘太君听了，目瞪口呆，一阵头昏，跌倒在金殿上。寇准、高君宝等正直之臣急忙将老太君扶起。过了一会，老太君醒了过来，他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唉，想不到我杨家忠心保国，竟落到如此下场。”寇准和高君宝将太君送回天波府。柴郡主、杜金娥和众儿媳以及宗保和宗冕闻讯后，纷纷来到太君房内探视，并向寇准和高君宝打听上朝情况。寇准无奈，将皇上如何包庇谢金吾，并下旨将立龙碑、卧龙匾拆毁的事说了。宗保、宗冕气呼呼地说：“想不到这新君如此昏庸，我们到宫中去找他评理。”柴郡主将他俩喝住，说：“小小年纪，不要胡说八道。”宗保说：“天下不太平，皇上就要我们杨家给他卖命，天下太平了，他就要来欺侮我们杨家了。这样的皇帝，以后不要保他了。”这时杨洪进来报告，谢金吾拿着圣旨，带着军士，已将府外的立龙碑和卧龙匾毁掉。宗保、宗冕要冲出去，太君摇摇头说：“不能去，杨家世代忠良，不能犯欺君之罪。”不一会，王强击圣旨到，宗保、宗冕扶着老太君起来接旨。王强开读圣旨：“从今以后，文武百官经过天波府前，文官不再下轿，武官不再下鞍。”钦此。王强传完圣旨，又假惺惺地对佘太君说：“老太君，我和六郎乃兄弟之交，我王强能有今天，也全靠六郎推荐。现在亡命在身，身不由己，请太君原谅。经过这场波折，老太君一病不起，整日昏昏沉沉，喃喃一语，思念着在边关的六郎和八姐、九妹。”柴郡主无法可想，只好偷偷写了一封书信，唤六郎和八姐、九妹私下回来一次。柴郡主写好了信，却一下子找不到送信之人。宗保在旁见了，说：“母亲，孩儿愿意前去给父亲送信。”柴郡主摸着宗保的头，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小，边关路途遥远，山道险峻，叫为娘怎能放心？”宗保说：“母亲，当年呼延双王下边关捉拿潘仁美，不是只有11岁吗？我现在比他还大2岁呢，请母亲放心。”柴郡主同意了，将信交给宗保。宗保全身披挂，手提金枪上了马，向母亲告别。柴郡主再三嘱咐，要宗保一路小心。宗保出了汴京，飞马直向边关而去。到了3关，宗保见了父亲，将信呈上。六郎将信看了，不由伤心落泪。他很想回去探视母亲，但司礼守的要犯死罪，如果给孟良、焦赞知道了，跟着他一起回汴京，肯定要闯大祸。他不由踌躇不决。六郎把八姐、九妹找来，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。八姐听了，眉毛倒竖，叫道：“那谢金吾竟敢如此无礼，那新君竟如此昏庸，我们还替他守什么边关？回去守着母亲算了。”六郎考虑了一下，对八姐、九妹说：“你们姐妹俩和宗保先回去，我营中还要安排一下。我身为元帅，不能私离边关，只能悄悄回府，马上再赶回边关。母亲那儿，望你们多尽孝心。”宗保和八姐、九妹走后，六郎召边关诸将商量，说要回去探母。众将齐说：“六哥，现在天下太平，你回去吧，只是不要叫汴京城里的人知道就行。过几天老太君病好，六哥再回边关，起步两全其美。”六郎唤过乐胜，捧上帅印，说：“乐胜，我回京期间，请你代掌兵权。”又对诸将说：“我走之后，各位将军要听乐胜大哥的将令。”诸将纷纷答应，只有孟良、焦赞默然不语。
六郎回到汴京，不意孟良、焦赞悄悄跟了回来。六郎无法，只好带着他们一起回到天波府去探望老太君。老太君见了六郎，病体不觉好了一半，本想将谢金吾无礼之事讲给六郎听，因知孟良、焦赞鲁莽，欲言又止。这天晚上，焦赞、孟良和老总管杨洪一起闲聊。杨洪将新科武状元谢金吾依仗王强之事，砸了立龙碑和卧龙匾，害得老太君生病之事一一细说了一遍。两人听了，不觉怒火万丈。深夜，孟良、焦赞两人闯进状元府，将谢金吾一门18口全部杀了，并在墙上写上“杀人者，孟良、焦赞也”。第二天，状元府案发，六郎因私离三官，纵部下杀了新科武状元，被判处死刑，关押在刑部监狱，只待秋后处决。三官代理元帅岳胜听到这个消息，起兵造反，杀到汴京城外，要真宗赦免六郎，否则就杀进城去。京中无人能敌三官诸将，真宗只好赦免杨六郎死罪，叫他出城退兵。岳胜等见目的已经达到，便率军退去。真宗改旨将六郎发配云南，并允许柴郡主同往。六郎、柴郡主宗冕告别了老太君等，同往云南而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